们都已经到了，在外面候着呢，可以上轿了。这就来了。战鬼人若想转生为人，也未必只有登天寻神这一条路径。只要剥皮削肉、剔骨换血、剜心，便可再世为人。然五官凶险，战鬼人须得与至亲家人结下血气，方能在濒死之时挣得一线生机。尊驾便是新仙子吧？在下道行低微，当不起仙子之称。哎，仙子谦虚了。你是这儿的捕头？对，在下楚英。宋婆将情况都与你说了吧？啊，但说的并不详细。啊，无妨，咱们进去说。请。老陆，新仙子到了。哎，新仙子太客气了。来了还给你带礼物哟，还是福香巷的宋记糕点。哎，这不是给他的，这是给我婶娘的。她老人家年纪大，牙口不好，这家糕点正好松软可口，适合老人家，而且每日只卖1上午，现在已经卖没了。要不我下次来再带给你。坐吧。哦。这位，新鞋庄的新梅新仙子。新鞋庄你知道吧？12大仙门之一，曾追随过有狐族大祭司，在平湖之战一举消灭战鬼全族。掌门人新雄乃是大成期修者，如今呢，宗门只有2位弟子，新仙子便是其中1位。怎么样，厉不厉害？是个高手啊，的确厉害。这位是陆怀，陆大人。是我们魏县的前任县尊，行武出身，浴血多年，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军功，实打实的因公出世。现在，现在你知道的。反正呢，这桩好事是你们2位的，要不你们自己聊。好啊。好，多谢捕头大哥。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，有事叫我。新梅，怎么写？新梅是这个梅，我还以为是画眉的眉。都差不多。你看起来很年轻，相貌也不错，又是个修行者，为什么愿意嫁给我这样一个人啊？嫁给我这样一个即将被处死的囚犯？我命不好。命不好？我刚一出生，
算命先生就说我是寡秀孤臣的克夫命格。小时候家里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，结果不到1年，那家的孩子就夭折了。后来我入了仙门，师父有意撮合我和紫盖山的师兄，结果定亲不到半年，那位师兄就走火入魔，身死道消了。所以有高人说，我一定要成3次亲，才能化解我身上的煞气。所以，你有心上人了啊？你想借我的死，去除掉你命中的煞气，好让你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，对吗？我的确很适合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要成亲？我的亲人都不在了，我也快死了，还没娶过媳妇。我怕我死了之后，没有人记得，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连个香火纸钱都收不到。怎么样？什么？我怎么样？合你的心意吗？其实你心里很清楚，这就是一个交易。你可以回去再好好的考虑一下，等你决定好了再来找我。只不过你要考虑的快一些，我的刑期马上就要到了，等不了你太久。新仙子，不是我诓你，整个大牢，论学识样貌，再没有比陆大人更适合你的了，也没有比他刑期更近的。不瞒你说，也就这个月的事儿。他究竟犯了何罪？为何要被处以极刑？这个嘛，要我说呀，就算你们成了亲，也没有几天的缘分，实在不必了解过多，免得徒增烦恼。这不按你的要求，死刑犯，罪大恶极，没几天活头了，这不都全了吗？啊！你这次回来，可有落脚的地方？去我婶娘家，她就住在这附近的甜水巷。唉，有亲人好呀。我未入仙门时，家中就属婶娘与我关系最亲。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，正好在她老人家身边尽尽孝。我考虑好了，你很合适。我出生在魏县，少时得恩师指引入了仙门修行，至今已有60载。我修为普通，亲人也已离世。若我们成亲，我会给你烧纸钱的，不仅清明烧，逢年过节烧，你的诞辰忌日我也会烧，反正不会让你在下面过得拮据。还有，我若成亲生子有了后代，也会让他们一同供奉祭拜于你。我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那成亲时候的物件准备怎么办？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物件的话，婚服、头饰、花烛这些都由我来置办。官府那边我会去登录，如果一切准备齐全的话，就可以办婚事了。好。你虽然出不去，但我问过楚捕头了，成亲的仪式就在这儿办就行。你还有什么家人吗？我可以一并请来。我没有家人。朋友呢？也没有啊。我也没有。那就咱们俩。我们2个人足够了。你上次不是说再来看我的时候会给我带点心吗？点心呢？新仙子，这是你的糕点吗？我看你带进来的。我不要了，送给你吧。我忘了。你一个修行者，记性这么差。你等我一下。这个给你。这些日子劳烦你了，我人在狱中，帮不上什么忙。这些钱应该足够用来购买成亲时候的物件了。你可以多花些银子，
让商家提前准备。虽然我的刑期已定，但如果有什么变数，提前了几日，也不至于让我们手忙脚乱。这是什么？礼物。给我的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在庙里开过光，保平安的。你呢？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不行，这是要送给别人的。好吧。青梅，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新娘子，那我就送你到这儿了。我祝你往后余生，事事顺心，万事如意。多谢了。慢慢走，跟着我吧。青丝绕一缕，结发共长生。这拜堂啊，理应有父母家人在堂，亲朋好友相送，但你们二位都是孤家寡人，既无父母，也无亲朋，所以呢，只能向月老磕头了。吉时到，白首之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，佳偶天成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新梅，多谢了。我也谢谢你。
要走了？要回师门了。是要离开魏县了。我此次下山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如今私事已经办完，我也该早日动身了。那你路上小心。你还有多久？快了吧，也就这几日了。你不害怕吗？怕呀，凌迟之行，千刀万剐，怎么不怕？但怕又有什么用呢？我这大喜的日子，总不能哭一场吧？那你后悔吗？什么？你做过的那些事，收受贿赂，哄抬良价，违背上命，残害百姓，这些事，你后悔吗？打听我了。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，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宅在廊下养着一盆花，你如果方便的话，就把它带走吧，给它喝点水，别让它枯死了。好。不是说要走了吗？是要走了，师门交代的事还没办完，不能再拖了。啊，花我找到了，我去的时候还碰见了2个小乞丐，可能是看着宅子空着就住进去了，要不要我处理一下？不用了，反正宅子也是租的，时间到了，东家自会收回去。这是什么花呀？藏心兰。藏心兰，没听说过。哦，对了，我听说你是边西人士，就打听了一些你那边的习俗，说是人要穿着新衣入土才能顺遂上路，不堕牲畜门道，来世才能够体面做人。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和样式，就按照我的喜好给你做了一套。多谢你了。要不要试试啊？不用了，最后不过是白骨一堆，裹上就好。开饭了。唉，这是上路饭，吃饱好上路。例行公事。为什么不吃啊？不想吃。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总觉得你不像是个坏人。大理寺钦定罪状，判我凌迟执行。言官联名上书，参我的折子加起来足有100余册，外面的百姓也都骂我是贪财奸佞之人。这些你都听到了，为什么还觉得我不像是个坏人？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我们虽然接触不多，但我觉得你跟外面说的并不相同。如果你真是个贪财怕势之人，为什么不来求我帮忙？毕竟在世俗眼中，我也是个修行者。你不想活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才认识我几天啊？又了解我多少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。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那陆大人得受多大的委屈啊！
陆大人，你的案子真的没有冤情吗？人心所向，何来冤屈啊？不要那么容易相信别人，人心诡谲，远比修行之事要复杂难测得多。小心一点，终归是好的。鹿晗，该上路了。驾！线索命中针，门前怎能不数过一生，剑不染尘，一条情万千纷尘。失魂换骨我都忍，是藤中鬼孽攀升，只为余生换回一世为人。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听千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53颗一刀，敢梦不白活。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听千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，让我烈酒一樽醉三更，让我有缤纷灵魂，让听千刀的疼痛来为我活着作证，让我尝尽血肉的人生，让我有无畏红尘，让世间冷暖容我同存我敢风敢梦不白活，畅快一程。真是个铁骨汉子，行刑这么久，硬是一声没吭。这得漏了多少行？哎，你数了没有？这王千刀的手上功夫你还不知道吗？在他手上能落得好，起码呀1000刀。1000刀啊！这么刚强的一个人，你真的会是个贪官吗？这就不清楚了。但这梁家高啊是真的，饿死人呢也是真的。这时候下雪啊！这时候下雪，必定是下雪。这时候
天哪，这么大，还那么大！这肯定是有天的，是不会是这么事，肯定是这事。早就觉得有毛病，太脏了。对呀，天都看不下去了。是啊，就是下雪了。这个事怎么是这样？醒了多久了？3天了吧？我这几天要走，酒局一顿接着一顿，人缘好，没办法。你一只妖，做人倒是挺投入啊。哼，那当然。快走了。你说那金秋王家真的是修行世家，那王家少主真的是修行者？那还能有假呀？我听闻他们祖上出过元婴修者，可了不得了。元婴修者？那是不是会飞升成神了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仙门修行者共分为10个境界啊，炼气筑基、金丹元婴洞虚、出窍合体、大成渡劫、化神。可自神魔大战之后，天梯崩坏，世间灵气日益稀薄，修行越发艰难。莫说是渡劫化神，便是洞虚出窍也很难寻呐。这往往一个宗门呐，有1名元婴坐镇，那便能威震一方啊。金秋王家以前何等风光，哪能理会咱们这等人呢？哈哈，那是因为前几年，他们家的元婴老祖过世了，这才如此没落。我怎么听说王家这一代没有灵根的后人啊？王家少主也只是个寻常人，这就不知道了。反正战鬼人都死绝了，有胡一所也不下山。12仙门一家独大，就连皇帝老子都得给几分薄面呢。客官，您要的酒来了。哎呀，来一个。不来了。光喝酒不吃饭。对呀，光喝酒不吃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唉，还是不想吃。老胡，歇会儿再干，过来喝口水。好。路不好走，小心点啊！这路不平啊，就得铲，不然摔坏了牙齿啊，没人管。我有媳妇儿管。新梅，谢谢你，愿意嫁给我。陆大人，你还有什么心愿吗？夫妻一场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吗？我总觉得陆大人的罪定得太过草率了一些。大理寺从前也不是没有给官员判过凌迟，可这样有违人道的酷刑，总得一层层向上报吧。从州县到京城，直到皇帝点头。可陆大人的罪不到半个月便定了下来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哎，姑娘，这路不好走，山体滑坡，这条路坑坑洼洼的，你孤身一人，摔了跤都没人扶啊！还是找条好走的路走吧啊！来，丈夫。两位，打听一下，京城怎么走？何人挡路？让开！车上可是那台正令使宋庆宝，知道是大人的车驾，还敢挡路？我有话要问他。名字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他们。名字我都记下了，回去告诉他们，还有什么心愿遗言，赶紧去办。
到时候我会去取他们的命。好，放我下来！哎，终于到了。哎，有官差。穿着赏金卫的衣服。站住！二位魏县来的？啊，官爷何事？干什么呢？做买卖的。买卖？什么买卖？啊，随我们家老板走街串巷，倒买倒卖，售些斧头彩衣、实心花鼓、靴鞋碗碟。既是走街串巷的货郎，怎么不见货车啊？哦，中原将至，打算去隔壁镇子买些桃柳蒲叶、五色温纸回去售卖。至于马车嘛，也等到了镇子再说。官爷莫非还有事？是这样啊，我是东州府的赏金卫，接了赏金榜来这抓人的，但那人一头扎进客栈里不出来，我在里面不好动手，只能在外面等着。这时日长了吧，钱都花光了，有些吃不起饭了。二位可否借我些银子？等我完成任务，换了赏金就还你。来，就这么多了。哦，多了，一半就够了。我帮你。来，啊，好。老板娘，出来接客了。来了，官爷，今日有钱吃饭了？钱有的是，就怕你这小店没我想吃的东西。只要你钱给够，就算你想吃天上的龙肉，我也去给你割一块。这二位是？啊，魏县来的大商人，1等1的豪客，老朋友。二位客官如何称呼？是要打尖儿还是住店？住店，给我们一间清静的上房。昨夜一场风雨，2楼的房间漏了雨，二位客官住在1楼可好？我给你们呀算便宜一点。便宜好啊，就1楼吧。老板娘，再来一些馒头肉饼、面皮片汤、烈酒牛肉，快点些，我们肚子都饿了。好嘞。来，兄弟，咱们里面坐。你说的就是他吧？对，就是他，在府城杀了人，官府命我前来将他缉拿归案。抓他呀？没看着那块牌子上写着什么吗？知道这为什么叫平安客栈吗？这间客栈有个规矩，不管你是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，还是被官差缉拿的朝廷要犯，亦或是纵横四海的江洋大盗，只要进了这间客栈，就不能动武，更不得伤人性命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人家敢这么说，自然是有这个底气。瞧见刚才门口那位娇滴滴的老板娘了吗？一手双刀耍得密不透风，出神入化。听说她是快刀胡传的弟子。哎，快刀胡传知道吧？江湖高手榜位置第8。不过听说已经去世了。菜来喽！3位，您的酒菜：馒头、肉饼、牛肉。哎，小哥，
也给我一间客房，就在他隔壁。他呀，早就住不起店了，每日只吃白水面，1碗3个时辰，1日吃4碗，那面都泡成稀饭了，还守着碗不肯撒手呢。这么说，我很快就能回去复命了。真的啊？来个招牌菜庆祝庆祝。那算了，你们这的招牌菜太贵了，我可吃不起。这店小二瘦得像人干一样，他外号白云手，一双铁掌坚不可摧，早几年啊也是江湖上叫得上号的高手。那后厨还有大胖厨子，那是个横练大师，和肉身强悍，刀枪不入，就是遇上寻常凶手，有一战之力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？前几日追他追到这儿，进店抓人，和你一样不信规矩，跟他们打了一架。这，你没打过人家？哎，这可不是我打不过啊，我是前几日捉妖中了妖毒，还没恢复好。哦，你一个赏金卫还会捉妖呢？多少都会一点。放我一刀！老子找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倒是活得快活。放我一刀，江湖高手榜排行第1，怎么也说放我一刀是你？嚯，好响亮的名号！你是何人？8年前，雷家铺，27条人命。风虎一刀，我虽然没见过你这张脸，但是你的声音我记得清楚，你赖不掉。哦，雷家铺，那个土匪窝，你承认了？的确是我。好，你敢承认，也算是条汉子。你想怎样？我找了你8年，自然是要用你的血来祭我兄弟的亡魂。你不能杀我。怎么？你以为身边有2个帮手，老子就怕了你？识字吗？什么意思？平安客栈，保你平安。这家客栈的规矩，就是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无论你是什么人，在客栈里都不能动武，否则会吃苦头的，对吗？他说的没错。奶奶的，你敢耍我！桌子1张10两，勺子茶杯1两一个，盘子9碗2两一个，酒坛4两一个，茶壶6两一个，别的东西没坏，不算你们的钱了。一共36两银子，谁赔钱？老板娘生的花容月貌，脑子倒不太灵光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哪家的马匪出门还要花银子？别人的规矩我不管，但在我这儿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。我这儿卖的不是饭菜，而是平安。诸位若想杀人寻仇，也得等这位客官用完饭菜，走出这道门，才能动手。什么狗屁客栈，跟老子讲规矩！今天我就血洗了你这小店，又能如何？如何？老板娘怎么说？别弄死，得赔钱。好嘞。放我一刀！今天算你所愿，日后再见，我绝不轻饶了你。
赔钱。我为什么赔钱？那你在这避了祸，不要银子的呀？这么多人避了祸，为什么只要我赔钱？客官和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，他姓陆，是个画师，不知公子认不认得？在这世间，相像的人有很多。也是，他11年前呀就长你这个样子了，算算日子，现在应该也有一些年纪了。一共36两，就收你30两好了。风红一刀。